抽丝剥茧，还原案件真相，探索人性真假善恶，大案纪实。2003年，北京发生了一起罕见的连环杀人案，这和很多连环杀人案都不太一样。这起杀人案的受害人呢，无一例外都是男性。受害人呢，大多是被捆绑束缚，全身上下伤痕累累，部分受害人的生殖器还被凶手割掉了。此情此景啊，就让人想起1972年到1973年美国纽约肆无忌惮杀害10多名男孩的连环杀手米格尔·里维拉。当年米格尔在纽约引发的恐慌是罕见的，很多学校停课，并且呢，都建议倡导孩子出门的时候，父母要陪伴在其旁边。1年的时间里，米格尔徘徊在大街小巷，把一个个小孩骗到他那阴暗肮脏的地下室，残忍杀害。犯罪手法残暴无度，以阉割作为标记行为。米格尔被纽约当地那些不敢出门的孩子称为纽约阉割手。而今天咱们要说的李义江，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内阉割手。2003年1月份，某一天的傍晚时分，吴小刚网瘾犯了，于是呢离开自己位于丰台区的家，去了附近的网吧。他没想到有一个人一直在他家附近蹲点，此时此刻也一路尾随他去了网吧。到了网吧之后，吴小刚兴致冲冲地上着网，而李义江呢，缩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伺机而动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又1个小时过去了，吴小刚打了个哈欠，是时候该回家睡觉了。他打算上个厕所，然后准备下机。就在他离开的时候，李义江冲到电脑前面，记下了吴小刚的 QQ 号。那时候大伙都流行聊 QQ 呢，李义江就加了吴小刚的 QQ。吴小刚的网名是收费奴，收费就是收取费用的这个收费，奴隶的奴，收费奴。李义江开始主动跟他聊骚，不断的给出性暗示。吴小刚呢也对李义江非常感兴趣。难道这李义江是假扮美女吗？现在很多网络诈骗还是这一套手法呢？不是，而是因为吴小刚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者。几天之后，李义江见吴小刚有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想法，就向他提出每次800元的收费标准。吴小刚一口就答应了，把交易地点定在了自己家里边。这天晚上，李义江磨了一晚上的刀，那把同学送的西班牙军刀被他磨的是锃光瓦亮。第2天，俩人如约见面。吴小刚一看，这李义江可是老熟人呢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之前1年的年底，吴小刚伙同其他4名同性伙伴，把李义江迷晕了，对李义江进行了性虐待和轮奸。但是李义江呢，微微一笑，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咱这是不打不相识，并且开始挑逗吴小刚。就在吴小刚情欲难耐，
背过身去脱衣服的时候，李义江掏出了那把闪闪发亮的尖刀。收费奴。李义江边说着边笑着，边向吴小刚的背部连捅数刀。吴小刚尖叫着倒在地上，但李义江还不打算停手，他呀把吴小刚的生殖器生生就给砍断了，然后把吴小刚给的800块钱甩到沙发上，离开了现场。出去之后，把吴小刚的生殖器扔到了附近的垃圾堆里。杀害了吴小刚之后啊，李义江呢继续着自己的复仇计划。他徘徊在各个地下 gay 吧、酒吧。gay 吧也就是同性恋群体啊相互聚会的一个场所。李义江呢在这些场所寻找着他复仇名单里的人。终于在一个周3的晚上，李义江在中关村附近的一个酒吧找到了目标之一，是某大学外语系的研究生刘贵。刘贵看到走过来的李义江，显得很吃惊。你是啊，这是缘分嘛，太巧了，我也经常来这儿玩。俩人闲聊了一会儿，李义江向刘贵提出，一会儿啊可以去你家玩一次，但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所以我要收费。刘贵一口就答应下来了，没问题。到了刘贵家里边，李义江拿出绳子把刘贵就绑住了。但这时候啊，刘贵还没有疑心呢。他琢磨着，这是李义江的爱好啊，他肯定啊是喜欢 SM。 据李义江后来说，我一进他门，二话没说就把他绑了手脚，他还一个劲儿的配合我，我把音响开得很大，我开始虐待他，折磨他。最后也折磨够了，李义江把刘贵的生殖器割下，用刀把他的喉管割开，离开了现场。李义江说，当时他叫的比猪还难听呢，我杀他呀就像杀猪一样。又过了1周左右，李义江的第3个目标29岁的罗军出现了。李义江从一个同性恋俱乐部一路尾随罗军，尾随了很久。他还知道了罗军一般周6下午会去上网，于是李义江周6就去到了网吧潜伏，用当时对付吴小刚同样的手法记下了罗军的 QQ。 罗军的 QQ 名字是亮脚帅哥。李义江花了几天的时间跟他聊天，聊熟了之后啊，告诉罗军说，我是卖身的，我可以提供各种捆绑虐待的服务，只要你喜欢。罗军一看，嘿，正合自己的胃口啊，二话不说就跟李义江谈好了价格，同样把地点定在了自己家里。让李义江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他进屋之后，罗军呢并没有认出他。这让李义江是怒上加怒，火上加火啊！好啊，你当时欺负了我，凌辱了我，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，你个王八蛋！趁着罗军不注意，李义江连捅多刀，随后呢也是把罗军的生殖器割下来，扭头就走。杀掉罗军之后，李义江开始寻找最后一个罪人。从同性恋交友网站
到各个有同性恋者出入的酒吧，他都不放过。2月中旬的一天，在海淀区的一家酒吧里，李义江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志明海。李义江啊，很清楚的记得，就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，就是几个月前带头对我施暴的元凶，是他引导了整个的性侵过程。于是李义江故意笑着跟他接近，并且跟志明海说，其实我早已经原谅你们当时的那些事儿了。我呢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我想求你帮帮忙。当然了，你想要什么服务，我都能提供给你。志明海便在当天晚上把他带回了家进行性交易。到了志明海家里之后，李义江说了，总是那么一套玩法，我都玩腻了，我想换换口味儿，行不行啊？志明海这时候也是精虫上脑啊，没动脑子，一口就答应下来了。李义江把志明海绑了起来，虐待了很长时间，并且最后割去了他的生殖器。割完了生殖器，拿刀将伤痕累累的志明海一刀一刀的捅死，转身就离开了现场。按说当时性侵和轮奸他的4个人都已经被他下手处理掉了，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，那是不是应该金盆洗手了呢？他大仇得报之后，并没有停下作恶的双手。3月初，李义江在夜里一处南侧把25岁的郑源连捅数十刀致死，2个人没有任何的联系和渊源。这起案件之后的第3天，李义江在野外遇到了21岁的庞超，他从背后发起突袭，连捅数十刀致死，死者身上还有很多的死后刀伤，也就是明明死者已经死了，他还在那儿践踏尸体。3月19号，志明海的尸体被从外地赶到北京的母亲发现了。警方对2个月里6名男子的死进行了关联性分析，发现其中3起现场出现了同一个人的指纹。另外呢，发现在家中遇害的4个人有很多共同点，比如他们都上过一个叫做紫色男孩的同性交友网站，都具有同性恋的性取向。警方认为凶手很可能也有这样的性取向，而且和这4个男人都有过交集。4月4号，警方通过网侦和走访锁定了李义江。李义江，男，24岁，新疆昌吉人，本来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，大3的时候因为学费问题退学，目前在平安保险公司任职。因为李义江有高度的嫌疑，警方立刻前往他居住的小区进行布防抓捕。在小区里边警方呢碰上了一个遛狗的人，就上去打算询问。不料想这个遛狗的人转过身来，面无表情地对警察说，你们是不是在找我呀？这个遛狗的人就是李义江。李义江面对警方的审讯显得非常平静和配合，痛快地承认了一切，并且坦言自己是为了报仇才开始杀人的。我们总说，
任何犯罪分子，他之所以会有这些犯罪的行为，都与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脱不了干系。1979年11月16号，李义江出生在新疆昌吉市的一个园艺厂。这是个很悲惨的家庭，李义江的母亲有精神类疾病，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病。按李义江所说的，从记事儿起啊，母亲经常不是打他就是骂他，经常半夜把他从床上揪起来摁在地上就是一顿暴打。因为母亲有病，李义江的父亲呢，不得不打多份工来承担经济的压力，除此之外还得照顾疯疯癫癫、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。这样子的生活打到谁头上，他这心里啊也痛快不了。长期如此，李义江的父亲呢，性情变得有些古怪，喜欢抽烟喝酒来排解忧愁。只要一喝多了酒，还见谁就打谁。从小到大，李义江印象最深的情景就是李义江在那儿求他爸爸：“爸，你不要再打妈妈了，求求你了。”一个9岁的小男孩跪在地上，双手扯着爸爸的右腿，不停地在那儿哭。他的妈妈半跪半靠在墙角，还在那儿嘿嘿地笑着，只懂得不时地用袖子擦擦被爸爸打得从鼻子里流出来的血。喝醉了的爸爸会奋力挣脱小男孩的双手，顺便还踹他一脚：“滚远点，小兔崽子！”这就是李义江从小见的最多的家庭暴力的场景。虽然家庭状况很悲惨，但是李义江从小学开始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，很受老师的喜欢。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，李义江就杀了一个人。这起案件本来是一起悬案，多年来一直没有侦破，是李义江自己主动告诉警方的。1994年2月21号，15岁的李义江向同班同学程某表白了，他喜欢人家。这程某啊，不是个女孩子，是个男孩子。李义江说了：“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生。”但是人程某呢，拒绝了他，不但拒绝，还对他大肆的嘲讽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“你有病吧？你恶不恶心呢你啊？”这个情景让李义江想起了无数次父亲母亲骂自己的场景，说那简直和我爹一模一样。这个场景极大的激发了李义江的愤怒的情绪。李义江说：“我无法忍受，我决定把他干掉。那天风很大，我疯狂地往他身上扎刀，1刀2刀，我扎了不下100刀。那时候心里很痛快，没有一丝的恐惧感。”这起案件呢，警方当时并不是没有调查李义江，但因为他的表现太正常了，面对审讯没有一丁点的慌张，加上在学校表现很好，最后被警方排除了，案件就成了一起悬案。在李义江看来，家就是自己的噩梦，他不想回家。每次放学回家，别人都走了，他还留在教室看书，哪怕不看书，自愿的打扫卫生都行。1994年12月15号这一天，李义江回家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。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呢，请他吃了饭，最后把他给强奸了。
这件事情之后，李义江经常在晚上拿着刀到处找这个男人，想要杀了他，但是一直没能找到。也是因为这件事儿，李义江觉得家乡就是个充满悲剧和耻辱的地方，他下决心好好学习，想考到大城市去上大学，要离开这个地方。6年之后的2000年，李义江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，这在同年级的学生里面都是翘楚啊。成功的离开家乡了，李义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快感。但是很快这种快感又不复存在了，他发现大学太无聊了。他不爱运动，也不会跟别人打牌，李义江呢就开始学着上网。一次偶然之下，看到了一个叫做紫色男孩的同性交友网站。李义江突然知道了自己究竟喜欢什么，他开始沉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但问题很快就来了，家里给的钱连吃饭都成问题，网费更是没法满足，李义江只能在肯德基打工。这一来呢，学业又无法顾及。在这样的矛盾之下，李义江最终因为学费问题申请了退学。退学后的李义江选择了打工，同时出没于各大 gay 吧，交友很广。在2002年初，他认识了一个姓唐的有钱人，这个人是个富二代，名校毕业，外企上班。因为看中李义江的长相，所以把他给包养了，还给了他一大笔钱，让他开了一家西装店。就在开西装店的时候啊，李义江呢认识了店面隔壁摆摊的姑娘王月。王月特别喜欢李义江，而且经常的帮他进货，俩人亲密的呀就跟情侣一样。可李义江很快就发现，虽然王月很漂亮，身材非常好，但他对王月的肉体一丝兴趣都提不起来。俩人后来呢，虽然也同居了，但李义江碰都不想碰王月。李义江说，他每天都很努力，但我面对他的身体，我根本不行。李义江宁可每晚泡网吧，浏览同性网站，也不愿意回家面对满脸期待的王月。最后王月劈了腿了，跟另外一个男人跑了。但是李义江完全没有生气，他选择了原谅。李义江说，慢慢的王月对我不再有期待，他就不断的向我要钱。那时候啊，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的工作，可还是有点入不敷出，我的血汗都变成了他的衣裳和首饰。后来在一个雪天，我在街上撞见了他，他挽着一个高大男孩的胳膊，有说有笑的。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我赶紧躲在一个电线杆的后面，看着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。后来回到住的地方，王月和那个男孩正在……看见我的那一瞬间呢，他有些怕，随手抓着一些衣服拼命的掩盖自己的裸体。可那个男的一脸不屑的望着我，我一句话也没说。收拾完我自己的东西以后，我给他们轻轻关上门。我也不知道王月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，其实知不知道无所谓，我把所有的东西全留给他了，也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李义江虽然对王月不错，但王月呀，算不上李义江的爱人。李义江真正喜欢的是一个叫雷雷的男生，俩人在2002年10月以后经常住在一起。
后来李义江知道了，雷雷是父母捡来的，从小在打骂中度过，而且还被不少同性恋强暴过。俩人悲惨的身世非常相似，在互相取暖的时候呢，也互相萌生出了爱意。哪怕是在审讯的最后，李义江也控制不住情绪，问警方：我是死刑吧？我一定快要死了，可我死了，雷雷怎么办呢？我不怕死，我杀了我想杀的人，但是想起雷雷来，我就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。而逼他下手的那4个轮奸他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在2002年12月份的某一天，李义江参加了一个同性恋酒吧派对，在那儿被4个男人下药迷昏，然后虐待轮奸了他。这件事儿彻底点燃了李义江的怒火，于是他在2003年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。2004年4月28号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义江死刑。2004年8月20号，李义江被押送刑场执行枪决。在押送刑场之前呢，李义江在法律文书上按下手印之后，还微笑着礼貌地对法官说：谢谢法官。从李义江的故事上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，他并不是一个本质上就穷凶极恶的人，而是一个不善于把控自己情绪的人。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从小到大各种负面的情绪的累积，各种悲惨的遭遇，在长期没有一个良好的排解方式之后，终于疯狂的彻底的爆发了。最后再说一嘴题外话吧，同性恋群体啊，确实是遭到了很多大家的非议啊。很多人呢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样一个群体。其实啊，同性恋群体和异性恋群体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就像你爱吃萝卜，我爱吃青菜，所以呢，大家不用区别对待，不用特殊照顾，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。当有一天所有的同性恋朋友都能够生活在阳光下的时候，也许类似于李义江的悲剧将减少很多很多。当然，我们所支持的同性恋群体是基于爱情的，而不是基于淫乱的。因为生活混乱不检点而造成的一切恶果，都应该由自己来承受，这与是不是同性恋无关。